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选秀综艺被叫停2年，乐华娱乐难再造一个王一博，去年净利大降30%。内娱选秀综艺暂停2年之际，曾靠着选秀起飞的乐华娱乐交出上市后首份财报。2022年，乐华娱乐02306HK 实现营业收入9.80亿元，上年同期为12.90亿元，同比下降24.03%，年内经调整净利润2.67亿元，同比下降32.4%。这主要是由于艺人管理收入大幅下降。2022年，乐华娱乐的主要收入仍然来自艺人管理、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泛娱乐3大块。其中艺人管理收入8.52亿元，较上期同比下降27.5%，占总收入比例高达86.9%。作为训练生大户，乐华娱乐借由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选秀综艺走到台前。截至2021年底，乐华共有58名签约艺人，其中46名是其训练生计划毕业的毕业生，包括王一博、吴宣仪等公司头部艺人。随着2021年5月各大视频平台的秀综被叫停，乐华娱乐的大量训练生也失去了一条青云梯，这无疑对公司发展造成影响。2023年1月19日，乐华娱乐在港股上市，上市首日收盘录的 6.03 港元每股，较发行价 4.08 港元每股上涨 47.79%。但截至4月25日收盘，每股仅录的 4.28 港元。秀综缺失拖累偶像经济，乐华练习生录取率低于 0.1%。选秀综艺暂停并没有击退训练生出道的梦想。去年曾喊出想成为下一个王一博的训练生嘉轩仍然在经纪公司坚持着，目前他已经训练1年多时间。嘉轩告诉时代财经，公司会给我发放一些工资，但是出道以后需要偿还。而至于能否成功出道，当初信心满满的他也开始对时代财经感慨，训练生不是100%出道的，一切还是要看情况。事实上，在秀综消失后，训练生一夜爆红的大门几乎紧闭。2018年，爱奇艺出品的偶像练习生在内娱开辟出一条新的偶像打造链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素人，借由选秀综艺成立限定团 9%， 一跃成为那年夏天最炙手可热的新星。随后，爱优腾趁热打铁，推出青春有你、创造营、以团之名等多档秀综，诞生了火箭少女101、The 9、Rise 等男女团，成团限定时间2年。然而，野蛮生长的秀综很快被叫停。2021年5月4日，爱奇艺青春有你3被责令暂停录制。稍晚，优酷选秀节目亚洲超星团被曝中途停办，腾讯视频创造营2022面试暂停。至今，选秀综艺已经暂停近2年时间。4月25日0点，从选秀综艺创造营2021出道的限定男团 Into 已正式解散，这也宣告着内娱选秀团全部解散。国内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乐华娱乐也在收紧练习生招收比例。财报显示，2022年乐华娱乐的训练生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接到超过14000份申请，但公司仅与11名训练生候选人签订训练生合同，录取率低于 0.1%。而2019年至2021年，乐华娱乐分别与19名、28名、50名训练生候选人签订训练生合同，整体录取率每年不高于 0.3%。事实上，乐华娱乐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训练生计划。目前公司头部艺人王一博、程潇、黄明昊、孟美岐、吴宣仪等均为其训练生计划毕业生，而他们出圈亦离不开内娱红极一时的选秀综艺。王一博担任创造营导师，孟美岐、吴宣仪高位成团出道，黄明昊则通过偶像练习生出道。缺失秀综渠道后，训练生再难出头，乐华娱乐相继推出女团 Name 和男团 Neverland， 香蕉娱乐打造嘻哈女子团体 Mint X， 但均水花寥寥。内娱也出现一些代餐综艺，例如舞台综艺了不起、舞社训练生齐聚。该综艺由选秀综艺鼻祖中国好声音、加油好男儿等制作方灿星文化制作。乐华娱乐旗下艺人程潇是节目主理人，
公司训练生周新宇通过这档节目首次亮相出道，同时旗下女团 Name 成员龙韵竹亦获得参赛机会，但节目声量远远不如秀宗。训练生上升渠道受阻也对乐华娱乐的收入造成影响。2022年财报显示，乐华娱乐艺人管理业务产生的收入为 8.5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7.5%， 与2022年 8.08 亿元收入相当。此前，快乐再出发、闪亮的日子等综艺制片人赵琳琳曾对时代财经表示，在筹备节目的过程中，会接到很多公司投过来的练习生简历，有出道的，也有没出道的，但他本人更倾向于有粉丝基础的艺人。节目设定是会员观看，所以需要一个起始点以及观众基础盘，不可能都是素人。练习生韩国选秀 C 位出道，乐华曲线救国。截至2022年年底，乐华娱乐共有68名签约艺人和58名参加其训练计划的训练生，其中18名在2022年成功出道，成为公司的签约艺人。训练生在乐华娱乐仍然体量庞大。作为依靠训练生发展的艺人经纪公司，如何在秀宗缺失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偶像生态链路，对乐华娱乐而言至关重要。在刚刚结束的韩国 MNET 电视台选秀节目 Boys Planet 中，出道组9名成员有4名来自乐华娱乐，其中乐华娱乐练习生张浩拿下第1名，成为韩国选秀历史上第一个 C 位出道的中国练习生。不过，在此之前，乐华娱乐就面向韩国市场推出男团 Tempest， 虽然成功在韩国出道，但其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与此同时，乐华娱乐还将目光转向虚拟组合。2020年至2022年，其相继推出虚拟偶像女团 A、SO、EOE 和虚拟男团量子少年。今年年初，乐华娱乐又与蓝色光标合作打造虚拟国风音乐女团无音。为了进一步扩展虚拟艺人业务，乐华与在开发赋能虚拟艺人技术方面有经验的业务伙伴联合成立2家公司，其中科技公司北京成乐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由乐华娱乐100%持股。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乐华娱乐自制的内部选秀已经开始录制，据传这档选秀节目中共有40余位练习生参加，并且将要有2个预备出道团，在最终角逐唯一出道团的名额。国内娱乐业的练习生制度还没有形成充分竞争的氛围，很多还是通过资本堆积的结果，所以乐华招收的人只要基本素质过得去，通过资本包装还是能够成功的。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庞和林对时代财经分析。他同时强调，当前资本在娱乐业投入产出比较低，所以乐华缺的不是练习生而是资本，也就是乐华或许没有足够的资本和资源将有限的练习生推向顶流，缺乏大量粉丝基本盘的选秀综艺提升流量。乐华娱乐创始人杜华也亲自上场打造个人 IP， 继去年推出个人面膜品牌 DRJE 后，今年3月，杜华开始在抖音带货，范丞丞、黄明昊、朱正妍等乐华妻子成员以及头部主播小杨哥都纷纷现身为其直播引流。虽然首场带货业绩不足1000万，但其在个人 IP 的打造上再进一步。不过，作为艺人经纪公司，如何在缺失选秀综艺和资本的情况下打造出下一个王一博，或许才是乐华娱乐的重中之重。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